算命的说我命里克子，我的侍女反而与我儿子有母子缘。我当场揭穿他们的谎言，把痴心妄想的侍女赶出家门。后来我辅佐夫君平步青云，助儿子世袭爵位，可父子俩却联合把我囚禁到柴房，让我遭受百般折磨。原来他们一直怪我赶走侍女，害得她饿死在外面。在睁眼，侍女正跪在我面前，只要夫人答应，奴婢愿意给少爷做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夫人，恕贫道直言，你命里克子。小少爷若是养在你身边，轻则灾祸不断，重则殒命啊。这话术怎么这么熟悉？我迷茫睁眼，看清楚面前的黄袍老头时，微微一怔。这不是10几年前那个装神弄鬼的骗子吗？我这是重生了。由不得我深思，那老头便看向我身后的侍女之墨，随即惊呼一声。这侍女命格奇特，贫道掐指一算，她竟与小少爷有母子缘分。如此看来，只有让龙儿换一位娘亲了。之墨，你可愿意？张正书大步走到之墨面前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之墨面含春色，娇娇柔柔地跪在地上。只要能帮上老爷和少爷，奴婢愿意给少爷做娘的。他们二人旁若无人的对视，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。要夺我怀胎10月生下的儿子，也没人问我愿不愿意。我攥紧手里的帕子，嘴角若有似无地泛着一抹冷笑。原来他们从这时候就有奸情了。之墨是我从青楼救下来的，他被人骗去青楼，又不愿接客，正要被保姆夜打。我路过时，他们正当街扒他的衣服，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我并不想管此事，但他的声音却让我止住了脚步。不是，你们就光看着吗？帮我报警啊！古代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告衙门啊！我一下子便知道她也是个穿越女。看在老乡的份上，我就下了她，给她改名叫之墨。我把之墨留在身边，潜移默化地教她如何在古代生存。除了隐瞒自己也是穿越女的事，我对之墨算得上是掏心掏肺了。却没想到之墨不知何时看上了我相公张正书，他故意引算命的老道入府，设下此局，想鸠占鹊巢。夫人，你心里若是有气，便撒在奴婢身上吧，千万不要怪老爷和少爷，都怪奴婢一心只想帮少爷躲过夫人招来的灾祸。之墨身子似是不稳，柔弱地抓住张正书的袖摆。张正书轻拍他的手，把他护在怀里，已经表明了态度。他又把目光抛向了龙儿，龙儿狠狠瞪着我，把手里的糖葫芦砸到我身上。莫姨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欺负她？你平日只知道逼迫我读书，只有莫姨才会变出各种各样的玩具给我，我要让莫姨当我娘。之墨感动得哭了，满脸欣慰。我们龙儿长大了，知道保护莫姨了，但龙儿千万不要跟夫人置气，都怪我一心只想着为你好，忽视了夫人的感受。他这番话鼓舞了龙儿，暗示他做的是对的。龙儿更加激动，甚至抄起旁边的茶壶就朝我泼过来。我往旁边一躲，那壶茶水便正好泼到我身后张正书的脸上。只可惜是凉茶，只是让他样子有些狼狈，没把他泼死。在张正书发火前，我先开了口。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同意了？若是有助于龙儿，那给他换个娘也未尝不可。三人显然没料到我这么说，齐齐一怔，尤其是张正书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你果真想好了？我云淡风轻的点头。你放心，等我纳了之墨后，虽把龙儿交给他抚养，但龙儿还是在你名下的。张正书语气缓和下来。我当初答应过你爹，永远以你为妻，自然不会言而无信，不必多此一举，龙儿就送他了。他当初还在我爹面前痛哭流涕地发誓，此生若有负我，天打雷劈呢。我嘴角泛起一抹讥诮的笑意，对上张正书喜悦的目光。张正书，我要同你和离。张正书脸上的笑僵住了，许久才缓过神来。他难以置信道：钱莹，你可想好了，我如今以状元之身入翰林3年，前途大好，正成了你爹的心意，而你却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偏要去做下堂妇。不是下堂，我纠正他，是和离。张正书咬牙切齿道：你钱莹就是个低贱的商贾之女，自然是我休了你。商贾之女，又是这4个字。我胎穿到古代，
成了首富独女钱银。可他们都说士农工商，商人之见。我爹被这4个字压了半辈子，不想让我也背负骂名。他在考生中精挑细选了许久，最终选中了才貌双全但家徒四壁的张正书。成婚那日，张正书挑开我的盖头，眼里止不住的惊艳。他执着我的手，目光灼灼，银儿，我张正书定金榜题名，此生必不负你。他高中那日，我从未见我爹那么高兴过。他开了100年女儿红，喝得手舞足蹈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我的银儿就是官夫人，后代也是官宦子弟，再也没有人敢说我的女儿低贱。我不想让爹失望，所以哪怕我知道张正书变了心，我也想努力做好他的夫人。上辈子我3言2语便破了道士的谎言，把不忠不义的芝墨赶出了府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张正书和我冷战了几日，最终还是答应我绝不纳妾，但我不能插手他养外事。龙儿闹了很久，甚至一见到我就像疯了一样大哭。后来还是张正书和他私下里谈心几次，他才平复心绪。日子步入正轨，我兢兢业业操持府内家务，维护府外关系，还在张正书官场失意时帮他理清思绪。张正书最后当上吏部尚书，还被封了伯爵。这些年他虽未纳妾，但带回了好几个庶子女，其中不乏出类拔萃之辈。在后宅的明争暗斗中，我最终为龙儿保下了爵位。可龙儿封爵那日，竟命令家丁把我绑入柴房。我被鼠蚁啃咬得奄奄一息时，才听到龙儿咬牙切齿的声音：自作孽不可活，要不是你这毒妇赶走莫仪，他又何至于活活饿死？既然他因此事恨了我一辈子，那这次我也不要他了。我一脚踹翻了张正书的书案。张正书，要么今日你乖乖同我和离，要么明日宫里下圣旨命我们和离。张正书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变得煞白，最终还是如我所愿，在和离书上按了手印。我姑姑入宫10余年，现今已是圣上最宠爱的贵妃，若不是因为出身商贾，那后位也该是她的。若姑姑向圣上开口，圣上必定会下圣旨和离，难免会对张正书的官途有影响，倒不如关起门来私下解决，把影响降到最低。张正书冷哼一声：钱莹，我倒要看看离了我，还会有谁要你这个低贱的商贾之女。既然你我恩断义绝，那你今日便离开吧，日后再见，我们便是陌路人。我没理会他，视线在院子里扫了一圈，在心里盘算了一番。张正书，我的嫁妆自是要带走的。你心里瞧不上商人，可你为什么要住我的宅子，戴我的珠玉，用我的家具呢？这些都是卑贱的商人买的，可不要污了你的高洁。当初我嫁张正书的时候，他家徒四壁，所以这宅子里的所有物件都是我的嫁妆买的。他用着我的东西，还口口声声商人之见，这不就是当了继子还立牌坊吗？我扬手一挥，下人们便自顾自地搬起了东西。龙儿挡在屋前，却被一把推开。眼看着下人的手伸向了御赐的玉麒麟，龙儿急哭了：这是皇帝伯伯送给我的，你们敢碰，我就剁了你们的手。准确地说，那玉麒麟是姑姑送给龙儿的。当初我带龙儿去宫里见姑姑，姑姑爱屋及乌，也带龙儿见识了不少好东西。这玉麒麟便是其中最精巧的一件，龙儿常拿它向小伙伴炫耀。而现在，龙儿既然认别人为母，那他便配不上这玉麒麟了。芝墨也急了，冲过去帮龙儿抢夺。这是龙儿的东西，你们这群强盗给我放开！在争执中，那玉麒麟摔了出去，碎了一个裂痕。我朝下人们点头，无碍，继续搬。张正书脸上青筋暴起，似乎在极力压抑着怒意。钱莹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粗俗蛮横，斤斤计较，和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果然，麻雀再怎么伪装也成不了凤凰。你和你那个商贾爹骨子里一样的低劣下贱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我抡圆了胳膊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直接把他一个文弱书生脸给打肿了。张正书，如果没有我爹，你早就饿死了。连基本的知恩图报都不懂，你还当什么官？为什么民？龙儿倒是个大孝子，见他爹挨打，扑过来撞向我，被我一脚踹开。满脸仇视的龙儿，恼羞成怒的张正书，矫揉造作的芝墨。我的眼神在这3人身上一一扫过，最后淡淡说了一句：
张正书，没了我们钱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1个月后，我来收宅子。张正书一直认为我们钱家攀上他这位状元郎，是祖上冒了青烟。状元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吗？3年就出一个。他在翰林待了这么久，从未想过为什么院士那么多，唯独几次重要的晋升机会都落到了他身上。他不知道，这些年为了他的官路，我没少往外打点。这家寿宴，那家喜宴，只有最贵重的礼物，才能让这些世家把张正书这个无根基的小官放在眼里，必要时拉扯一把。就比如3日后的太傅寿宴，从前我都是送上千金难寻的墨宝讨太傅欢心，太傅才愿意多提携他。而现在，我倒是好奇张正书会送太傅什么寿礼了，芝墨又会给他出什么主意呢？3日后，我躺在我的狐皮摇椅上，正品着西域特有的香茶，便见到婢女笑闹着围过来。小姐，太傅府今日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，有个傻官居然空着手去的，您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？他一本正经地板起小脸，一边憋不住笑，一边有模有样地学着。太傅大人平日对下官照顾有加，今日下官特意准备了一份重礼。他一甩袖子，便是下官的2袖清风。婢女们哄笑成一团。据说太傅当场变黑了脸，命家丁给赶出去了。我也跟着笑，心里却在默默盘算着，张正书这下算是彻底得罪太傅了。按照上辈子的轨迹，他这月底考核顺利通过，便可以调职入朝了。可现在得罪了太傅，他还能那么顺利吗？我不准备插手对付张正书一家，没有氏族根基，又没有财富积累的小官，就像一盘散沙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根本不需要我动手。可没想到，他们一家却找上了门。看门的见是我的亲生骨肉，直接把龙儿放了进来。他像只小牛犊子，一把推开挡在他身前的丫鬟，一边哭一边朝我肚子撞了上来。我恨死你了，都是你教唆他们欺负我。我有一瞬的怔愣，却也在反应过来后，一脚把他踹开。我冷声问道：谁把他们放进来的？声音从院外由远及近飘来：钱莹，你好狠的心啊，把龙儿害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现在又不管龙儿了吗？芝墨从院外走了进来，他已经完全换了一身行头，挽着发髻，穿着水青色的锦袍，手腕上还戴着上等水色的玉镯。看来张正书已经把他那进门了，只是却没想到他这般不要脸，居然穿着我的旧衣服，带着我的镯子，还敢上门同我对峙。钱莹，夫君又不在这里，你快收起你那副虚情假意的样子吧。要不是你跟那些人家说了什么，龙儿在学堂又怎么会被欺负得那么惨？平日里龙儿仗着家里有钱，又算是皇亲国戚，在学堂自然是被众星捧月的孩子王。现在整个京城都传遍我与张正书和离的消息，又有张正书得罪太傅一事，龙儿在他们眼里早已没了讨好价值。那群孩子不再让着他，甚至因为他跋扈的性格不愿意和他搭话。龙儿被孤立个彻底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芝墨也觉得都是我的错，便带他来找我兴师问罪。我听完这因果，没忍住，把嘴里的茶喷了芝墨一脸。我戏谑地朝芝墨问道：你带他来找我，是想从我这里讨到什么？什么讨不讨的，都是亲母子，说的那么难听。芝墨把龙儿推到我面前，给他递了个眼色。龙儿不耐烦地朝我开口：他们孤立我，其实我也没把那群庶子放在眼里，我找夫子直接退了学。我当众发话，说姑外祖母马上要安排我进广学馆读书，才不屑跟他们在一块。我没忍住，嘴里的茶又喷了龙儿一脸：你让我把你送进广学馆？他可真敢想啊，骨子里和他爹一样自信且普通。广学馆是皇子王孙读书的地方，官宦子弟最低也要2品。现在张正书一个未入朝的5品官算个屁，你进宫去求求姑外祖母不就行了？龙儿抹了把脸上的水珠，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就算爹爹不要你了，我也还是愿意给你这个母亲一个机会的。芝墨也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钱莹，你只有龙儿这一个孩子，以后你钱家这偌大的家业还不是得交到他手上？你现在多为龙儿考虑，以后他有出息了，不也是光耀你们钱家门楣？说的真好，我都有点动心了。假的，我钱家还没沦落到需要一个妾室子继承。我一扬手，
外面便送进来4个孩子，男男女女站成一排，整齐地唤我娘。他们都是我在育幼院千挑万选出的孩子，头脑聪慧，人品纯善。我给他们穿上绫罗绸缎，为他们请来最好的先生，让他们以后成为钱家下一代的掌门人。至于龙儿，一个认丫鬟做娘的孩子，他和他爹一样，都像个屁，被我噗一声放了。龙儿那日哭哭啼啼回家，发毒誓这辈子都不会再认我。我面无表情地送客，然后把钱府看门的换了人。现在整个钱府上下稳如铁桶，坚决不可能把张正书一家人放进来。还有我的旧衣服旧首饰，也全都给我拿回来，绝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就在整个京城都在等着看笑话时，没想到他们一家时来运转，芝墨竟然和王府郡主玩到了一起，还一结金兰攀上高枝。说起来这事还和我沾点关系。芝墨在街上看到接亲队伍，听到百姓都在窃窃私语，说那新郎貌丑无比，偏娶了一位美娇娘，真是奇怪得很。又打听了才知道，那新郎是我们钱家一个管账的，新娘是被他下重聘，算是买回来的。芝墨正义感爆棚，直接当众拦下轿子，大骂新郎狗仗人势，强抢民女，还说婚姻里人人平等，父母之言算不得数，他一个丑八怪休想娶到白天鹅。两方对峙之际，简王府的荣华郡主带着一群持刀侍卫围住了接亲队伍，他大赞芝墨一举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把新娘扔上出城马车，又把那个丑新郎当街打断了腿，上演一出就美的好戏。还在事后当街一结金兰，互称对方是敢于对抗不公世俗的奇女子。那账房先生在大喜的日子受了如此大辱，没想通，回家喝了毒药，幸被邻居及时救下。我去看望账房，从邻居口中才得知事情原委。原来那新娘也是这一片看着长大的丫头，她爹欠了赌债，要把她卖去青楼，是账房花尽了这些年攒下的积蓄，才从她爹手里把她救下来的。账房没要求姑娘做什么，是那姑娘发自内心感激账房先生，也是真情实意想和他过好踏实日子。可现在一个被身无分文送出城，至今下落不明，一个被当街打折了腿，差点喝药殒命，好好的一对就这么被芝墨和荣华郡主给毁了。账房无力地捶着床，眼睛盯着墙上的女子画像。小姐，我不想活了，让我死了吧。我本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也尽量避免和权贵碰上，可这一次我偏就想管了。我当即派人去寻那女子下落，又花重金请名医为账房先生治腿。幸而那女子也在往回赶，只是因为没水没粮，昏死在城门附近的破庙里。再晚1-2天，怕是就要活活饿死了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账房看到心上人后，整个人精神气也回来了，积极配合治疗。最后虽然变成了个跛子，但也已经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了。我又重新为他们操办了婚礼。不出意料的，荣华郡主和芝墨带着侍卫又一次拦住了新郎。你个丑人胆大包天，居然还敢把新娘又掳回来。哟，连腿都治好了，看来上次我们打的还是太轻。荣华郡主一甩鞭子，侍卫便纷纷要动手。不要！新娘突然从轿子里跑出来，跪在了荣华郡主面前。她哭着磕头道：我和郎君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郡主成全我们吧。荣华郡主先是一愣，随即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让人把新娘拉走。你这是被洗脑了，你看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他哪点配得上你？芝墨也跟着劝道：你不用怕钱家的势力，有郡主在这帮你撑腰呢。我们能救你一次，就能救你第2次。且慢！我从后面的轿子里下来，往马车前面一站，对荣华郡主笑：郡主，好久不见。我曾在宫宴上见过几次这位郡主，只是他们这种皇亲国戚一向瞧不上我这位商贾之女。就如此刻，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高傲地抬了抬下巴，没好气道：钱莹，怎么打了你的狗，现在要替他找我算账了？芝墨轻轻拉扯他：郡主，不要和他计较，如今他夫君和儿子都成了我的，难免会对我有气。他紧紧躲在荣华郡主身后，远远朝我喊：钱莹，你若是有气，便朝我撒吧，莫要伤害到郡主。芝墨，你无需和他废话，我堂堂一介郡主，
还不把她一个低贱的商贾之女放在眼里。荣华郡主被芝墨一挑拨，直接把鞭子转向了我。钱莹，你纵容你奴才强抢民女，这笔账我今天就好好跟你算算。我站在原地未动，一把抢过她虚张声势的鞭子，重重甩在地上。郡主，你瞎吗？我指着哭到昏死过去的新娘，再也忍不住一腔怒火。人家郎情妾意的你硬是看不见，非要听芝墨说的什么强抢民女，你是话本子看多了，还是脑袋被驴踢了？钱莹，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真以为有个贵妃姑姑就能骑到我头上了？荣华郡主此刻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，满脑子都是我这么卑贱的身份，居然敢顶撞她。她几乎失了理智，指着我的鼻子就怒骂。我告诉你，你姑姑和你一样都流着最下贱的血脉，受宠又如何？她这辈子都当不上皇后，一旦失了皇上的宠爱，她生的三皇子还有你们钱家就什么都不是。郡主慎言。我身后的轿子又一次被掀开，宫里的嬷嬷从里面走出来。荣华郡主认出了嬷嬷的身份，脸色霎时变得瞬间惨白。她曾是皇上乳母，如今被安排在贵妃宫里照顾三皇子，若论地位，怕是和太后宫里的长侍嬷嬷都不相上下。我垂眸，饮下眼里的笑意。姑姑听说我和离的消息，派她最信任的嬷嬷给我送些东西，说些宽慰的话。我便借机说今日有大喜的事，劝嬷嬷同我一起去沾沾喜气。所以从荣华郡主出现开始，她的每一句话都落到了这位嬷嬷耳中，包括她贬低我贵妃姑姑、贬低三皇子的话，一字不落。嬷嬷把话传回了宫里，圣上龙颜大怒，砸了一通东西，下了圣旨到简王府里。整个王府都因为荣华郡主大逆不道的言论而遭殃，而郡主本人直接被禁了足。姑姑召我进宫，问我有何打算。我示意姑姑遣退宫人，等到只剩我们姑侄二人时，才开了口。姑姑，我觉得荣华郡主说的对，君王之爱飘忽不定，要想保住钱家，稳固姑姑的位置，我们需要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姑姑秒懂我的意思，苦笑一声。我又何尝未想过，可继儿同你我一样，流着商贾的血液，便不可能继承大统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只要继儿弟弟优秀到让圣上只能看见他一人，那便成了。我剥了一堆葡萄，将它们一个个扎烂，最后只剩下盘中央最鲜艳的一颗。姑姑已经心动，却尚有一丝顾虑，可继儿才10岁，他又能做什么？姑姑，10岁的孩子已经能做很多了。我将那仅剩的葡萄咂起，喂入姑姑口中。四目相对那刻，姑姑瞳仁一颤。她知道我在暗示她10年前的事。那时候我才10岁，皇后还在。每次进宫，我都能看到姑姑脸上带着掌痕，或是被皇后罚抄书，或是被当众罚跪。那时皇后手上的扣丹涂得艳红，眉眼尽是不屑。一个骨子里下贱的商女，有什么资格占着圣宠，还怀了孽种？你若是聪明，便祈祷肚子里是个公主，否则本宫便容不得你了。她毫不避讳地当着我面羞辱姑姑，气势汹汹而来，洋洋得意而去。姑姑跌坐在地上，脸色煞白地朝我伸出手。莹儿，东西带来了吗？我把袖子里的药粉递过去，姑姑随即叫了一个面生的宫女，半是威胁地说了些什么。那药粉是爹爹走南闯北寻来的，下到吃食里无色无味，就算是太医来了也查不出什么。我没办法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，必须保护好我的孩子。姑姑掩面流泪，而我走过去，轻轻拍着姑姑的肩膀。姑姑，你没错，后来的事情全天下都知道了。皇后离奇暴毙，太医苦查无果，最后判断为意外。随后姑姑生下三皇子赵继，一路晋升至贵妃之位，协理6宫，荣宠无二。只是这么多年后位一直空悬着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皇上再怎么宠姑姑母子，也不可能为了他们承担天下人的指责。我和姑姑盘算了几位皇子的弱点：大皇子好色，2皇子冒进，4皇子喜欢穿裙子，再往后的皇子便都小于3岁了。现在部署完全来得及。这个朝代的人都看不起商贾，可偏偏千金能驱动万马，真是矛盾。我们钱家穷的只剩下钱了，我花重金培养出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世女子，
勾得大皇子魂不守舍，甚至放弃皇位与其私奔，又派人激到二皇子当街殴斗，打死了一个侯府世子。两位皇子的事情让圣上失望透顶，姑姑便提议圣上大办秋寿散心。而我们钱家找了技术高超的驯兽师，早就带着猛虎后在那里。在圣上被猛虎重击后，三皇子挣脱侍卫跳了出来，死死拦在圣上面前，一副要为圣上豁出命的样子。驯兽师发出信号，让老虎停止攻击，装作被弓箭吓到的样子，窜入林中。这么一出戏，在场权贵无不感叹三皇子的孝道，圣上也搂着三皇子直夸好儿子。这次圣上受重伤也在我们算计之中。圣上再怎么说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在人心理防线最薄弱的时候，才最可能让他做出不可能的事。三皇子彻夜不休地守着圣上照顾，亲自给圣上熬药，还烫出了火炮。圣上本就宠爱这个儿子，如今见他这么懂事，也忍不住动容。他大手一挥，指使三皇子替他代笔处理奏折。朝堂因此震动，多位臣子进宫进谏，说圣上此举有失周准。贵妃姑姑也抹着眼泪，一脸隐忍，说不想圣上为难。圣上直接一拍床板，这不符合规矩，那有失偏颇。你们一天张嘴叭叭叭，可老虎一来，你们跑得比谁都快。是朕的继儿挡在朕面前，是朕的继儿在彻夜不休地照顾朕，朕的继儿比你们任何一个都强。圣上康复不久，邻国使臣前来献礼问候。在大殿之上，他出了一道难题。听说贵国人才济济，那想必在下的难题也能轻松解答。来之前，吴王嘱咐在下，说如果贵国有人能用3个问题让在下自愿献上城池，那他便应允了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来了兴致。什么样的3个问题能让他主动赠送城池啊？若是答出，便不费兵力争得一座城；若是答不出，那便是被当众打脸，有辱国威。几人跃跃欲试，却全都被打脸。皇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捏着酒杯的手指已经泛白。使臣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自信没有人能回答他。没想到贵国自诩大国，却也不过如此。父皇，儿臣愿一试。三皇子站了出来，对贵妃姑姑点点头。我也安慰地拍拍姑姑的手。这些日子，我找来各种民间高手为三皇子家训心计武艺，已经颇显成效。我砸的真金白银，全都汇成三皇子身上的各种技能点。如今他敢站出来，说明心中自有打算。果然，三皇子往那一站，直接语出惊人。不用3个问题，1个问题足矣。他看向面露不屑的使臣，稚嫩的声音落地响起：使臣先生，若我问你，你是否愿为我国献上一座城池，你的回答和我问的这个问题一样吗？当然不。使臣想也不想就拒绝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他自己先止了声。他瞪圆了眼睛，掰着手指梳理思路，可嗫嚅了半天，也没回答出这个问题来。最后只能摇头叹气，跪在了地上。席中很多人都没想明白，不自觉地拿手指沾着酒渍在桌子上梳理答案。圣上也不懂，但他看到使臣吃瘪就开心。他挑眉，极力压抑心里的激动。使臣，你所说的一座城，可还作数？使臣身体微微颤抖，双手奉上了一块玉令。这是来之前吴王便准备好的。准备好是一回事，真给出去了又是另一回事。谁也没想到，他国皇帝一个羞辱我国的点子，竟真的让我们白得了一座城。皇上龙颜大悦，称赞三皇子又是大功一件，借着此事宣布立三皇子为储君，还为钱家特设皇商议官位，召我爹入籍内务府，来堵住那些大臣对储君的泱泱众口。直到拿到诏令，姑姑还有些猛地拽着我的袖子。继儿问的那个问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笑着解释，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有否定答案。从继儿问出的那一刻，使臣就已经输了。我没有给姑姑解释什么叫鳄鱼悖论，留着给她慢慢想吧。反正现在继儿已经立储，生活学习都被送去上书房教导，她现在应该很空。至于我，钱家刚被御封为皇商，还有很多事需要交接打理。出宫之后，那些平日里不正眼瞧钱家的高门显族，纷纷送来了拜帖。以商人之身被封官位，这是个很好的开始。
更多扶持商人身份的政策，就靠继儿登基后慢慢改革了。我这半年来被诸事耽搁，竟忘了去收张正书一家的宅子。亏得张正书一向自诩清高，摊住我的宅子这么久，连声屁都不放。马车还隔着很远，便听到了院子中的吵闹。你个贱妇，还想往哪儿跑？我和龙儿因为你才沦落到这般田地，你这辈子就算死也得死在我手里。要不是你这个臭女人逼走母亲，我舅舅是当今太子，外祖父是御赐皇商，我早就进广学馆和皇亲国戚为伴了，怎么会沦落到被那群杂种欺负的地步？鸡飞狗跳的声音伴着女人的哭喊又一次响起。我站在院门口，忍不住皱了皱眉。这个往日里珠光宝气的宅子，此刻生动演绎了家徒四壁4个字。所有的东西都是花我的银子买的，我早就叫人拆了回去。此刻也就只有他们捡来的一些破旧家具，还在将就过日子。娘！看到我时，张正书父子俩浑浊的眼睛双双一亮。娘，你是来接我去钱府的吗？龙儿小跑过来，想要抱我，却被我闪身躲开。龙儿委屈地指着袖子上的破洞。娘，我认错了，你把我接走吧。我不想再穿料子这么差的衣服，也不想跟着他们吃这些菜叶子，我好想念娘在的日子。那些日子当然好，我会给他准备最昂贵的料子做衣裳，会给他寻来各种昂贵的珍馐玉丸，会让他每天坐着最舒服的轿子，被10来个仆人伺候着。就是这样被我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好日子，还不如芝墨随手给他折的千纸鹤。我蹲下身子，戳了戳龙儿身上的破洞，衣服怎么坏了？龙儿哇一声哭出了声。娘，我想你，我好想你啊！我退后半步，指着同样一身破烂的芝墨，冷静道：想什么？你娘不在那儿吗？快去让你娘给你补补洞吧。当初龙儿童言无忌，你又何必记在心里？张正书眉眼也有几分憔悴，显然也是吃尽了苦。我和龙儿当初不过是被这奸妇蒙骗了，信了那个道士的鬼话，你也应该体谅我们才是。如今我官职不保，龙儿也退了学堂，你也算出气了，可以回来了吧？哈！我直接气笑了。张正书，你这脸上长的是嘴还是菊花啊？喷出来的是人话吗？让我回来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张正书显然没有听进去。千错万错都是芝墨的错，你大可拿他出气，怎能真的割舍下我和龙儿？我当初就说过，我正妻之位一直给你留着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张正书在此发誓，以后再也不纳妾，会一心一意守着你。我直接一耳光甩在他脸上。我是来收宅子的，没空看你爷俩唱戏。3个鼠给我搬出去，不搬我让家丁帮你搬。见他们原地未动，钱府家丁直接架起他们，连同他们的破烂全都扔到大街上了。此事一出，张正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他直接被罢官了。他被我养得大手大脚惯了，穷得抓心挠肝。在逼入绝境时，人性最丑恶的一面也会被无限放大。张正书做出了一件我万万没想到的事，他把芝墨打晕，迈进了青楼，然后卷钱跑路了，连龙儿都没带。我见到龙儿时是新铺子开业那天，彼时我穿得像个小金人，4个穿金戴银的孩子也跟在我身后，一起庆祝新店开业。而龙儿颤巍巍地挤上来，肮脏的手抓住我的袖摆，弱弱喊了声娘。我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把看门旺财吃剩的馒头给了他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